你听说过吗？有人仅仅因为早餐吃得随便，最后竟赔上了自己的性命。这可不是耸人听闻的吓唬，而是真实发生的案例。事情的主角是一位年仅62岁的阿姨，我们姑且叫她张大姐。本来呢，张大姐退休后身体还算硬朗，早晨喜欢到公园做清洁工，为城市环保出一份力。每天清晨，她总是在公园劳作后顺路买上一个甜甜圈作为早餐，满足一下口腹之欲。她心想，小小一个油炸甜点有什么大不了，填饱肚子要紧，开心最重要。就这样，一份甜滋滋的早餐几乎成了她多年来雷打不动的习惯。然而，正是这看似微不足道的每日甜蜜，却在她体内埋下了巨大的隐患。几年下来，张大姐的体重明显增加，小肚腩悄悄长了出来。起初，她只是觉得人到中年发福正常，并没有在意。同时，她经常感到口干舌燥，夜里起床上洗手间的次数也比以前多。可她以为这只是年纪大的缘故，没太当回事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在单位体检中被查出空腹血糖严重超标，医生明确告诉她，这已经是第2型糖尿病的典型指标。这消息让她大吃一惊。一开始她也曾短暂试着节制饮食，按时服药，但一看到血糖稍微降下来，就又放松警惕。毕竟糖尿病早期并不会让人疼得死去活来。她渐渐地对医生的叮嘱置若罔闻，早餐该吃甜食还是照吃不误，日子似乎与往常没有两样。可怕的是，疾病往往就是在不知不觉中积累恶化。由于长期缺乏控制，张大姐的血糖一直维持在极不稳定的高水平。饭后，血糖动辄飙升到12以上，正常人空腹血糖应低于 6.1， 血液里充斥的过量糖分如同慢性毒药，在她全身上下肆意破坏。没过多久，她开始出现视力明显下降的情况，看东西越发模糊，就连走路都得小心翼翼。去医院一检查，医生遗憾地告诉她是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，高血糖已经严重伤害了她的眼底血管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随后的肾功能检查也不理想，大量的尿蛋白提示她出现了糖尿病肾病。虽然视力和肾脏双双告急，但张大姐依然没有彻底警醒，她仅仅拿了点药回家。就这样拖着拖着，悲剧终于在某个清晨降临。那天，她像往常一样准备去公园，却在家门口突感剧烈，胸痛倒地不起。急救人员赶到时，她已经失去了意识。医院最终证实，她是突发心肌梗塞离世，而这致命一击正是源于失控的糖尿病并发症。一次寻常的早餐习惯，日积月累，竟演变成夺走生命的祸根，让人不胜唏嘘。其实，像张大姐这样的悲剧案例，在医院里并不少见。一位长期奋战在内分泌门诊的主任医生就感叹，许多人平时也许很在意午餐晚餐的丰盛，唯独早餐常常对付了事。这种掉以轻心的态度简直是健康的隐形杀手。他透露，许多住院的糖尿病患者都曾懊悔地说，早知道当初就不该把早餐当儿戏，可惜疾病一旦发生便无法倒带，只能感叹为时已晚。他在门诊统计发现，许多糖尿病患者都有不良的早餐习惯，超过40%的病人坦言自己长期不是随便应付吃2口，就是爱吃一些明知不健康却管不住嘴的东西。比如，有的人喜欢清晨空腹来一杯高糖奶茶或甜咖啡提神，有的人图省事，干脆不吃早餐，只靠一杯浓茶或咖啡撑到中午。也有人习惯每天早上来一碗大白粥，就几块小咸菜。还有人特别嘴馋，偏爱油条、煎饼这类油滋滋的饼食，或者面包、蛋糕等西式甜点当早餐。看起来大家的选择各不相同，但结果却殊途同归。长年累月下来，不健康的早餐一步步侵蚀了他们的身体，成为诱发糖尿病甚至其他慢性疾病的推手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完全不吃早餐并不是明智的选择。不少研究发现，经常不吃早餐的人更容易在之后摄入过多热量，导致体重上升和代谢问题。所以，与其空着肚子硬撑，不如花点心思吃对早餐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一项大规模研究指出，每周有4天以上不吃早餐的人，日后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比天天吃早餐的人高出约50%。另有数据显示，
习惯早上9点之后才吃早餐的人，将来得糖尿病的概率比7点前吃早餐的人高了近60%。由此可见，良好的早餐习惯对预防糖尿病是多么重要。不仅仅是个别人的问题，如今整体趋势也在敲响警钟。我国糖尿病患者正呈现年轻化和普遍化的趋势。最新流行病学调查显示，我国成年人的糖尿病患病率已经高达 11.2%， 而在20世纪80年代，我国成年人糖尿病患病率还不足 1%。 短短数十年间竟出现如此惊人的增长，这意味着大约每9个成年国人中就有1位是糖尿病患者。换算成人数，那就是超过1亿人正与高血糖做斗争。更令人担忧的是，这个数字还在逐年攀升。而在这庞大的糖尿病人群中，高达80%的病例可以归因于不良生活方式。说白了，很多是吃出来、喝出来，甚至躺出来的病。其中，长期饮食结构失衡正是罪魁祸首之一。许多年轻人可能觉得糖尿病离自己很远，但实际上30-40岁就被确诊糖尿病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另外，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处于糖尿病前期，也就是血糖偏高但尚未达到糖尿病门槛，只因为没有明显症状就被忽视掉了。如果不提前干预，最终很可能演变成真正的糖尿病。可见，糖尿病并非遥不可及的老年病，而是实实在在潜伏在我们日常习惯中的健康隐患。在我们每天睁开眼迎接新一天时，早餐往往是身体面对的第一场考验。一顿优质的早餐能为一天的血糖平稳打下良好基础，相反，一顿糟糕的早餐则可能悄悄拉开身体走向代谢失衡的序幕。别看早餐只占一天饮食中的一顿，但它的影响却举足轻重。如果长期忽视早餐的重要性，身体就像在每天清晨输在了起跑线上一样，日积月累，健康难免亮起红灯。那么，早餐究竟该怎么吃才健康？我们又应该避开什么坑呢？前面我们列举的那些常见早餐，白粥配咸菜这种清淡搭配，油条等传统香酥点心，蛋糕、面包等甜蜜烘焙食品，以及速溶麦片、芝麻糊之类的快捷代餐，其实都可能是暗藏的健康杀手。现在就让我们逐一揭开这4位早餐刺客的真面目，看看到底问题出在哪里。隐形杀手1号，白粥配咸菜。许多人也许要问了，白粥不是清淡养胃的好选择吗？为什么反而被列为杀手？事实恰恰相反，白粥之所以喝起来顺口、易消化，正是因为白米在长时间熬煮后变得软烂，淀粉已经被完全煮化，入口即化。然而，也正是这种煮得烂烂的特性，让白粥成了快速提高血糖的利器。医学上有一项指标叫血糖生成指数 GI， 专门用来衡量食物让血糖上升的速度，数值越高代表升糖越快。纯葡萄糖的 GI 值被定为100，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一碗看似无害的白米粥 GI 值竟然高达85以上。这意味着喝下一碗白粥，你体内血糖上升的速度几乎不输直接吃下一勺白糖。听到这里，你是不是也惊掉下巴了？很多人早餐爱喝粥，觉得暖胃舒服，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碗白粥正在令胰岛素措手不及的疲于奔命。更糟糕的是，白粥往往不会单独吃，很多人习惯配点咸菜，增加风味。最常见的搭档便是各种腌制的小菜，几条咸萝卜，几片酱黄瓜。别看分量不大，里头却藏着惊人的钠含量。要知道，我国膳食指南建议成年人每日盐摄入量不超过6克，而一小碟咸菜的含盐量可能就高达2到3克。也就是说，一顿看似清淡的白粥配咸菜，光盐分就占了一天建议上限的一半。难怪长期下来会让血压节节攀升。高盐饮食会让血压明显上升，增加心脏和血管负担。而对于糖尿病高危人群来说，早晨空腹吃大量咸菜，等于在体内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。不仅血糖会因白粥高速飙升，血压也因高盐摄入而攀升。血糖加血压的双重过山车一起坐，身体怎能吃得消？长此以往，胰岛素抵抗、高血压、动脉硬化等问题都可能找上门来。所谓胰岛素抵抗，
简单理解就是细胞对胰岛素麻木了，哪怕胰脏拼命分泌胰岛素，血糖也难以有效下降，导致恶性循环的出现。难怪医生们直言，就算白粥再清淡可口，配上咸菜也是养生大忌，特别是那种熬得烂乎乎的精白米粥，更是让血糖大起大落的罪魁之一。如果实在喜欢喝粥，不妨改用燕麦、大麦、小米等粗粮来熬粥，或者在白米粥里加一些南瓜、芋头一同煮烂，既增加膳食纤维，又降低整体的升糖速度。早餐刺客2号，金黄酥脆的油炸食品。一提起它，你的脑海中是否浮现出刚出锅的油条、香气四溢的炸饼那诱人的模样？没错，许多人从小就对这类早餐青睐有加，热腾腾的豆浆配酥脆油条，堪称传统经典组合。然而看似美味满分的背后，隐藏着惊人的健康隐患。你知道一根普普通通的油条里含有多少油脂吗？答案可能超乎想象，一根油条大约含有15克脂肪，相当于足足3小时食用油。而且很多路边摊的油条都是浸泡在反复使用的高温油锅里炸成的，油脂早已反复氧化变质。我们咬下一口香酥油条的同时，也吞下了大量隐形的油脂和热量。如果再蘸着含糖的豆浆一起吃，那摄入的热量和糖分就更惊人了。长此以往，每天早上吃下肚的不是营养，而是过量的油脂和能量。胰脏必须更卖力工作才能维持血糖平衡。不仅如此，高温油炸过程中还会产生对健康极为不利的反式脂肪酸。反式脂肪被称为饮食中的不定时炸弹，它会干扰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。简单说，就是让身体细胞越来越无视胰岛素的作用，导致血糖更难控制。试想，每天早晨都用这样油滋滋的东西填饱肚子，久而久之，我们的胰脏得多辛苦才能应付。除了油条，很多街头早餐摊贩卖的酥油饼、麻团、炸糕等也都属于高油高热量的一类。它们吃起来香酥满足，但背后的隐患同样惊人。长期偏爱高油饮食的人往往容易发胖，特别是腹部肥胖明显，肚子上的游泳圈越大，体内胰岛素作用就越可能受到阻碍，这正是胰岛素抵抗的重要原因之一。难怪医生们一再强调，早餐还是要清淡适量为宜，千万别总贪恋那一口油炸香酥的滋味，毕竟我们的身体可承受不住天天这样的折腾。早餐杀手3号，甜蜜的糕点面包。清晨路过面包店时飘来的香甜气息，是否常让你忍不住停下脚步？松软香浓的面包、奶油蛋糕，在忙碌的早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方便又愉悦的选择，拿起来就走，省时省力，还能让味蕾感到幸福。然而，这些诱人的烘焙食品往往潜藏着惊人的糖分和热量。以常见的小纸杯蛋糕为例，看似个头袖珍，可其中的糖含量可能高达25克以上，差不多占了成年人全天添加糖建议摄入量的一半。一般建议成人每日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，换句话说，只削一个小蛋糕下肚，你今天糖库存的一大半就用光了。早晨一起床就让血糖冲上云霄，其后果可想而知。为了应对猛然窜高的血糖，身体不得不分泌大量胰岛素来灭火。结果过不了多久，血糖又会因胰岛素作用迅速下降，甚至跌到偏低水平。到那时，你可能会觉得疲惫无力、饥肠辘辘，严重时还会手发抖、冒冷汗。这其实是血糖迅速下跌引起的低血糖反应。许多人不明就里，还以为是早餐没吃饱，或者工作太累，于是很自然的再补充食物或糖分。如此一来，就进入了吃甜血糖飙升、血糖骤降再吃甜的恶性循环。长年累月反复折腾，我们的胰岛贝塔细胞就像被过度使用的机器一样逐渐损耗，最终不堪重负。谁能保证不朝糖尿病的方向一路狂奔呢？除了高糖，许多受欢迎的面包糕点还添加了大量奶油、黄油或起酥油，使它们口感香滑，入口即化。但这也意味着饱和脂肪和总热量的双重负担。糖加脂肪的组合最容易让人发胖，而肥胖正是第2型糖尿病形影不离的亲密伙伴。还记得前面提到的那位爱吃甜甜圈当早餐的张大姐吗？她长期沉迷于这类高糖高脂的糕点，
结果一点点拖垮了胰岛功能，最终酿成了糖尿病。可悲的是，在疾病爆发前，他并没有感到明显的不适，于是掉以轻心。这正是高糖饮食的危险之处，它就像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，等你意识到不对劲时，往往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。早餐陷阱4号，挂着方便旗号的即时代餐。现代生活节奏飞快，不少人图省事，早餐就依赖冲泡即食麦片、速溶芝麻糊、冲剂藕粉羹等作为代餐饮品。这类产品宣称营养丰富、快速饱腹，看上去像是繁忙晨间的完美解决方案。然而，真相究竟如何呢？拆开配料表仔细一看，我们就会发现，就拿常见的即食麦片来说吧，许多果味麦片挂着高纤低脂的招牌，实际含糖量却堪比糖果。那些五颜六色的果干其实是浸泡过糖浆的甜水果块，麦片脆片上也往往裹着一层糖霜。一大碗麦片连同牛奶吃下肚，升糖指数直接爆表。很多其他即食谷物饮品为了提升口感，添加了大量的糖和香精。你一边喝得甜滋滋、暖乎乎，以为补充了满满能量，其实很可能已经摄入了超量的糖分。更隐蔽的是，有些产品包装上打着无蔗糖的招牌，令消费者以为不含糖，但其实厂商往往用上了果葡糖浆或麦芽糊精等替代甜味剂，不仅一样甜，而且更容易被忽略。别以为无蔗糖就等于不甜，果葡糖浆的甜度不亚于蔗糖，其对代谢的负面影响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长期大量摄入果葡糖浆可能导致血脂升高、尿酸升高，还可能加重肝脏的负担，诱发脂肪肝等问题。更何况这类素食早餐粉冲出来的通常是一碗粘稠香甜的糊状物，营养成分单一不说，膳食纤维含量也极低，远不如直接吃全谷物来得均衡。而且液态的食物缺乏咀嚼过程，饱腹感往往较差，很容易喝完没多久又觉得饿，或使人不得不加餐进食，反而摄入更多热量。说到底，我们图的方便其实是拿健康做交换，真可谓得不偿失。当你每天早上匆匆忙忙靠这样一杯糖水糊糊来果腹时，想想看，身体真的会满意吗？此外，不仅固体食物，很多人喜欢拿含糖饮料当早餐，这样做同样危机四伏。比如一大杯珍珠奶茶所含的糖分可能超过50克，相当于10几颗方糖。空腹喝下如此高糖的饮料，胰脏和血管都要叫苦连天。再比如一些冰镇咖啡拿铁，加了大量糖浆和奶精，它的热量和含糖量一点不输甜饮料。千万别以为喝杯饮料就不算不健康，这其实完全可以算是一顿隐形高糖早餐，对血糖的破坏力不容小觑。饮料终究代替不了真正的营养早餐，该戒还是得戒。看完以上4大早餐地雷，你是否也开始反思自己的早餐菜单中是不是有类似的身影？别惊慌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正视问题就是改善健康的开端。其实很多疾病的形成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，而是日常一点一滴不良习惯累积的结果。糖尿病尤为如此，它过去被称作富贵病，因为在物质缺乏的年代，往往只有长期吃得过好、油水太足的人才会得这种病。而如今生活条件改善，高糖高脂的食物随处可得，久而久之，糖尿病早已不分贫富地，潜伏在每个人口袋里，等待机会侵袭你的健康。当我们每天早上沉浸在油香与糖粉的美味中时，身体的血糖防线也许正在一点点被击溃。空腹状态下，如果大量精制糖和淀粉一股脑涌入体内，胰脏只得措手不及地狂飙胰岛素来降低血糖。而在长期高脂高盐环境下，细胞对胰岛素的感受也会越来越迟钝，不理不睬，这就是前面说的胰岛素抵抗。最终，血糖犹如脱缰的野马，再也无法被正常调控，人体的代谢平衡彻底被打破，糖尿病也就此找上门来。我们常说糖尿病可怕，其实真正可怕的是它络绎而至的各种并发症。高血糖状态会从头到脚淹没你的血管和神经，大的血管如心脏和大脑供血动脉，在高血糖的长期侵蚀下容易堵塞硬化，诱发心肌梗塞和中风。微小的血管如眼底视网膜和肾脏，肾小球也经不起糖毒的腐蚀，很多糖尿病患者出现视力急剧下降，甚至失明。
就是因为视网膜病变，肾脏过滤血液的单位被破坏，就会导致蛋白尿、肾功能不全，最终可能需要依赖透析为生。此外，糖尿病还会损伤周边神经，导致手脚麻木、感觉迟钝。一旦脚部受伤，溃疡又因循环不良难以愈合，严重时甚至不得不截肢。许多病人刚确诊时不以为然，觉得血糖高一点没什么，依旧我行我素。但当上述这些可怕情况接踵而至时，再追悔莫及，也无法挽回了。此外，一旦踏上糖尿病这条路，就意味着往后得长期与药物、针剂和医院为伴，不仅治疗费用不菲，生活品质也将大打折扣。与其将来痛苦的治病，不如现在就痛快的预防，别等病来如山倒才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善待自己的身体。那么，难道我们就只能无奈地看着早餐一步步侵蚀健康吗？当然不。令人欣慰的是，通过改变饮食习惯，尤其是调整早餐内容，我们完全有机会把血糖的主导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。俗话说，病从口入，既然很多疾病是吃出来的，我们也可以通过改变吃来把健康找回来。糖尿病并非不可逆转的绝症，至少在早期阶段或者发展到糖尿病前期时，只要及时采取行动，是有机会通过生活方式改变来扭转乾坤的。还记得医生分享的另一个案例吗？一位57岁的王阿姨，在确诊糖尿病后痛下决心调整饮食结构。她首先把过去爱吃的油条、糕点全部请出了餐桌，改用清淡营养的食物来开始自己的早晨。例如吃一颗水煮蛋，一碗燕麦杂粮粥，再配上一份蔬菜沙拉或烫青菜。午餐、晚餐，她也严格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，选择粗细搭配的主食，并戒掉各种含糖饮料。同时，她开始坚持每天傍晚出门快走半小时，加强运动锻炼，双管齐下改善代谢状况。仅仅3个月后，她复查时发现空腹血糖从原本的 11.2 骤降到了 5.8， 糖化血红蛋白也从 9.2% 下降到了 6.5%， 几乎恢复到正常人水准。而且这段时间她的体重也减轻了好几公斤，腰围明显缩小，整个人精神状态焕然一新。如此亮眼的转变让医生都感到惊喜，这正是良好早餐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结出的硕果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，既然上述那4大早晨杀手我们要尽量少碰或不碰，那早晨究竟应该吃些什么才能既满足口腹之欲又守护健康呢？别急，专家们早已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的早餐黄金法则，掌握它们，你就能把早餐变成保护血糖的利器。早餐黄金法则，首先，主食粗细搭配，优选复合碳水。简单说，就是少吃精白米面这类精致主食，多选择粗粮、杂粮作为碳水化合物的来源，比如用燕麦片、全麦面包、玉米、小米、红薯粥等替代单纯的白米饭、白馒头，或者用南瓜、山药、芋头等富含淀粉的薯类来替换部分细粮。这些食物富含膳食纤维和复合碳水，消化吸收比较慢，可以避免餐后血糖大起大落。不仅如此，它们还提供了精致米面中缺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营养价值更高。还记得之前提到的白粥吗？如果改成燕麦粥或者小米南瓜粥，升糖速度就会大大减缓，身体反而更受用。第二，蛋白质要充足而适量，早餐摄入适量的优质蛋白，有助于延缓胃排空，增强饱腹感，同时稳定餐后血糖曲线。一般建议每餐早餐至少摄入15到20克蛋白质，约相当于1到2份高蛋白食物，比如来一颗水煮蛋或茶叶蛋，一杯无糖豆浆或低脂牛奶都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有条件，加点嫩豆腐、煮黄豆，或者来份鸡胸肉、三明治也很好。需要提醒的是，培根、香肠等加工肉类虽然也含蛋白质，但其中盐和脂肪含量极高，不宜每天食用，最好少碰为妙。总之，早餐盘子里至少要有一样富含蛋白的食物，才能让你活力满满又不易饿。第三，蔬菜和健康脂肪别缺席。不少人忽视了早餐摄入蔬菜，其实早上吃点蔬菜对稳定血糖大有裨益。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可以在肠道形成一层保护膜，减缓葡萄糖的吸收速度，不妨让蔬菜充当早餐的开路先锋。举例来说，
可以在早餐来一小碟凉拌绿叶菜或者海带丝，或者吃根小黄瓜、番茄。就算喜欢西式早餐，也可以在全麦三明治中多夹几片生菜、番茄和酪梨、牛油果。另外，水果方面也不必完全拒绝，适量选择一些含糖量较低的水果作为早餐或加餐是没问题的。例如，吃半个苹果或几片奇异果来补充维生素，比直接喝果汁健康得多。同时，适量摄入健康的脂肪也很重要。你可以在燕麦粥里拌1小匙亚麻籽油，或者抓1小把核桃杏仁当早餐零嘴。这些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不仅提供持续能量，还有助于保护心血管。相比之下，油炸食品和含反式脂肪的加工品则应该敬而远之。第四，讲究进食顺序和细嚼慢咽。如果想进一步减缓血糖波动，吃早餐时可以留意一下摄入的顺序和速度。建议刚起床可以先喝一杯温开水或淡茶，稍微滋润肠胃。吃的时候，先从汤类或蔬菜开始垫底，其次吃蛋白质食物，最后再吃主食和水果。这种进餐顺序可以让膳食纤维和蛋白质先行填充胃部，形成延缓糖吸收的屏障，比起所有东西混着吃更能有效稳定血糖。此外，一口食物最好能咀嚼15到20下再吞咽，放慢进食节奏。狼吞虎咽地把早餐3两口吞下肚，消化道还没反应过来，葡萄糖就已经倾巢而出，涌入血液，血糖当然容易飙升。试着细嚼慢咽，不仅能品味食物的滋味，也能让大脑及时收到我饱了的信号，避免不必要的过量进食。最后，再给几类特定人群提个醒，这些朋友对血糖更要提高警觉，早餐当然也要特别留意。第一类，有糖尿病家族史的人，如果直系亲属中父母任何一方患有糖尿病，子女将有更高的风险遗传相关易感基因。研究显示，父母一方是第2型糖尿病患者，其子女将来罹患糖尿病的概率是普通人的2到3倍。如果父母双方都有糖尿病，那子女的风险就更不用说了。对于这类有遗传倾向的人，建议从年轻时就养成健康的饮食和运动习惯，不要等血糖升高才着急。特别是30岁以后，可以每年主动做一次空腹血糖或糖化血红蛋白检查，及早发现血糖苗头，及早采取预防措施。第二类，将军肚明显的人，也就是说，那些体型肥胖，尤其是腹部肥胖的人，对血糖问题要格外小心。腰围超过90厘米，男性或85厘米，女性就属于腹部肥胖。高出的肚围往往意味着过多的内脏脂肪，内脏脂肪是引发胰岛素抵抗的罪魁祸首之一，因此腰围越粗，糖尿病风险越高。胖不一定得糖尿病，但绝大多数第2型糖尿病患者都有超重或肥胖的背景。对于这类人群，更应该注意清淡均衡饮食和增加运动锻炼，努力控制体重，特别要设法将腰围降下来。减少肚子上的赘肉，往往能显著改善胰岛素敏感性，对预防糖尿病大有帮助。第3类，有妊娠糖尿病病史的女性。一些女性在怀孕期间被诊断出血糖偏高，出现了妊娠期糖尿病。很多人以为生完孩子就没事了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孕期的高血糖其实是身体给你敲响的警钟，说明你的胰岛功能已经经受了严峻考验。研究统计显示，有妊娠糖尿病病史的产妇，未来罹患第2型糖尿病的概率高达 70%。 所以对于这类妈妈，即使产后血糖暂时恢复正常，也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产后应该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，控制体重在合理范围，并持续监测血糖状况，至少每年复查一次糖化血红蛋白，连续观察3到5年。一旦发现血糖有重新上升的苗头，就要及早咨询医生并进行干预。无论你属于以上哪一类人，亦或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、学生，只要能够做到管住嘴、迈开腿，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，就有望远离糖尿病的威胁。饮食均衡、适当运动、充足睡眠与情绪管理，这些健康生活的基石同样不能忽视。但所有这一切，往往都从每一天清晨的选择开始，从一份营养丰富的早餐开启活力的一天，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。说了这么多，
我们也该来总结一下了。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审视自己和家人的早餐菜单？其实健康从来不是高深莫测的玄学，而是日常生活中一个个小选择累积的结果。回想一下，那位62岁张大姐的悲剧，本来完全可以避免，如果她能早一些意识到早餐饮食的重要，少吃那些甜滋滋、油腻腻的食品，并及时控制血糖，就不至于让高血糖一步步摧毁她的身体。但生命没有重来的机会，好在我们这些后来人还握有改变的主动权。从现在开始，就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吧。明天早晨不妨来场健康早餐小实验，把经常伸手去拿的油条、蛋糕先暂且放下，换上一碗燕麦杂粮粥，配一颗水煮蛋和一份爽口的蔬菜，来唤醒你的味蕾。你也可以尝试其他搭配。第一种，南瓜小米粥加一个煎鸡蛋和几朵水煮西兰花。第二种，喜欢西式的可以来一杯无糖燕麦牛奶，拌几颗核桃和蓝莓，再加半个全麦面包夹鸡胸肉和生菜。第三种，走中式路线的话，喝碗热腾腾的无糖豆浆，配一张全麦蔬菜蛋饼，再加一小碟凉拌黑木耳。看到没？健康早餐其实可以丰富多彩，一点也不无聊。或许刚开始你会觉得口味清淡了些，少了油盐糖的强烈刺激，但坚持一段时间，你的身体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，精神更好了，体重更稳定了，饭后血糖不再过山车般忽高忽低了，甚至连困扰你的三高风险都会随之下降。最后请牢记，管住早餐的嘴，就是稳住健康的开始。老话说得好，早餐要吃好，午餐要吃饱，晚餐要吃少，千万别让日复一日的坏习惯悄悄演变成毁掉健康的帮凶。今天餐桌上看似微不足道的改变，10年后就可能变成照亮生命的耀眼阳光。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未来，让我们从吃对每一顿早餐开始，守护住体内那把血糖稳定的钥匙。现在就去准备一份营养丰富的健康早餐吧，为美好的一天揭开序幕。